大家好，我是蕾蕾。今天我们来做三叶草葡萄干面包，有几个小贴士和大家分享，让面包不会失败。第一步，先把糖倒入37度到45度之间的温牛奶里，再加入速效酵母，用筷子搅拌融化。另一边大碗里倒入高筋面粉，加一些盐，打入一个室温鸡蛋，再把溶解了酵母的甜牛奶倒到面粉里，用硅胶铲充分的拌匀，要底部和周边都看不到干面粉。盖上盖子休息一会儿，先让酵母、水和面粉互相认识，成为朋友。大约10分钟之后，把面团取出来放在桌面上，这时候的面团非常粘手，加入一些室温软化的无盐黄油。接下来我们要花10分钟的时间揉面，虽然也有免揉面包，但是口味还是揉过的面团更胜一筹。这里先要把黄油揉进面团里，一开始面团很滑，好像散开了，是因为油脂会阻止面筋的形成。但是过一会儿油脂被吸收以后，面团又开始变得稍微黏一些。请注意这种揉面的手法，把面团拉扯出去，再反复的搓揉，像洗衣服一样，然后再转过90度，重复上面的动作。这种手法很有效率。我花了2分钟把黄油揉入面团，再花了8分钟把面团揉光滑。我们来检验一下面团是否揉好了。切一小块面团，看一下切面应该是细腻均匀的。再把小面团慢慢的往外拉伸扯开，拉成半透明状薄膜之后，它也不会破裂，说明面筋已经形成，面团就揉好了。接下来进入第一次醒发，让面团变成2倍大。我家是25度，用了45分钟。醒发的时间根据环境温度不同会有变化，关键还是要观察面团的大小。还有别忘了在碗底抹上一些黄油防粘。发好以后，把碗倒扣在桌面上，让面团自然下落。接下来进入给面团整形的步骤。先把面团按扁，排出第一次发酵产生的部分大气泡，再把面团分成6份，最好是称一下重量，确保每一个做出来的面包大小均一。取一个小面团，其他的先用保鲜膜盖起来，把碎面团放在中间，再把边缘往中间折叠，整出一个圆形后用手压扁，再用擀面杖擀出一个椭圆形面皮。准备好的葡萄干分成6份，取一份撒在面皮上，从面皮的一边轻轻地卷起，再把封口捏紧，把两头也捏紧。整理好以后，把面团等分成3份，取一小团，把开口捏起来，然后像这样拉出一个小圆球，把上面的面团往下往内折叠，最后把底部也捏起收口，再放在桌面上滚圆。3份都是同样的操作。一个4寸的麦芬蛋糕盘里抹上黄油，盖上保鲜膜，做第2次醒发。这时间可以预热烤箱，烤箱底部放一盆水，内部再喷上一些水，增加烤箱的湿度。第2次发面完成了，面包已经膨胀得很高了，25摄氏度用了40分钟。进烤箱之前，面包表面再喷上一些水。烤出来是这样的，非常饱满。趁热刷上一些融化的黄油，能保持面包的松软，防止变干。稍稍放凉就可以取出来吃了。我们撕开一个看一看，面包内部拉丝柔软，面包有弹性，香味也非常浓郁。吃不完的话，保鲜袋室温保存2到3天。不过应该不会放那么久，这个面包很好吃，很快就吃完了。
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